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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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采石矶，采石矶，宋军克采石矶，距京师仅160里。你什么情报和准确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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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镇海军、湘阴军一并西调，往援采石矶。郑延华、白河州兵马都部署是解元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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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。太尉，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12岛了。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起。走吧，这条路走了60多年，也该走到头了。大王，郑延华动了。镇海军全军皆动，镇海军、江阴军都动了。图。郑延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杜真为行营都监，两军全军西调。现如今，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。江左3州，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，门户洞开。大王，古谚有云：“天欲福取，反受其咎。”江阴军那边，阿平准备的如何了？阿平妥当。宋军攻克了采石矶，将战船以铁索相连，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。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将镇海军、江阴军尽数西调，以缺宋军。老将军，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臣下说过，世子为监国，不当做的事情，万不能做。我便是依了老将军之言，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。臣下还有第2句话：揽在手中的军功，万不可弃。军功，先武肃王开国造基，靠的是军功；文穆王承嗣王位靠的是军功；
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桓嗣之下坐稳王位，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。天下纷乱，一锤100年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当了世子，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；进了相府参知政事，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。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，只有军功。大郎兄在军前，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。我一个整日看着印匣子的哑巴世子，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？有的，大郎君能做的，无非是提举良墨、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。世子要立的，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。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？世子，请看，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战，大江南岸的江州、池州、歙州、洪州、饶州、信州，此时必然军心浮动。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，这些州县的长吏大半都有些交情，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，此6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制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。老将军切莫说笑。宋军兵锋，以敌采石矶，江右6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。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6州，岂不成了虎口夺食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，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！世子殷锐，看得明白，只是世子忘了时间。时间，从荆楚到采石，水路2000余里，宋军一跃而下，攻克江州、宛口、池州、河州、采石等10余战，大小20余战。世子以为宋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？老将军的意思是，宋军此战是置江右6州于不顾，全军取水路急进，直扑江宁城下。若老夫料得不错，此时江右6州各县城头之上，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。6州30余县，老将军能劝得他们尽数一纸归附？世子不信。若我是地方首领，破朝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宋天子大军压境，破城之危就在眼前。要是降顺，也该是降宋。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，何能使之降顺呢？若是老夫有兵呢？国中之事，老将军知之甚详。我虽名为世子监国，护持吴越王印玺，可若无沈相公允准，我这个挂名的世子，一兵一卒都调不动。世子听明白了，是老夫有兵。彭里湖中3万龙翔军将士，280余艘战船，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护。若老夫侵入彭里湖，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，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。世子，
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，莫说是江右6州，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100余县，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。吴越5代大王，100余年征伐不断，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。而今，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，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。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？大王，大帅，目击敌尺已修补得当。元帅，可是有紧要军情？无甚大捷，小儿辈大破贼矣。好啊。好。今日，我吴越雄师抵兵力伍，助宋伐唐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，亦关乎吾辈之荣辱。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惧哉？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，克敌制胜，成吴氏之功业，建太平之殊勋。今刀锋出鞘，兵直入江陵。江宁，老都头，国家要亡了。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，从大吴到大唐，前后91年，国祚巍巍，多少袍泽斩头沥血，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。如今他要亡了，
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：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，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？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告，上面压着吴越钱王的印玺。尔等当中，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，只需告知老夫，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食他钱家的俸禄，去苟全他的残生。老都头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若想要活命，只管弃了兵权，去了杭州，高官厚禄不敢保，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。可都想好了，现下留下来的，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。这阵子，老夫一直在想，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，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，如今国祚江中，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？我知道，天子昏聩，不似人君。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，莫说是诸君，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。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，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，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，在杨武忠王抚民定乱的盗旗之下，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，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，一砖一瓦，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。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，老夫只有11岁，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，被选入黑云长剑都，只配给老王牵马。那年出征，老王在马上，老夫在马下。老王问我，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？我说，能吃饱，能吃肉，活着能有一间屋，死了能有一垄坟。那时候小啊，尊卑都分不清楚。我问老王，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？老王说，他快死了。若有来生，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。为了这样一个国，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。